各位想想看，缴个律师费是多少钱啊？蔡英文什么理由不缴律师费？对不对？我美国律师执照，这对我总统身份，然后对我公职身份没有影响啊，这反而是加分嘛。你有什么理由？你告诉我，如果他曾经在纽约州犯过严重的这个道德上面或其他的瑕疵而被 suspended， 那这也是台湾的四军统帅很不光彩的一页历史。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他自己在填的时候，他没有填乌伯伦的政治学院。为什么他没有填？因为他知道美国这个部分要查他非常容易，所以他只敢从台湾的这个学校这个部分去填。接下来这个观众朋友要听好了，就是论文门，我看这一周彭批的火力全开，非常非常多的进度。那有些观众朋友可能已经看过了，震惊关不了，每天晚上这个反复看了好几次。那今天我们来一个浓缩版、整理版。如果说你这一礼拜还没有时间看的话，有一些重大的事情、重大的发现或重大的突破，这个等一下来请彭批一一的来帮我们来说明。那先请现在在线上的观众朋友来帮我们按个赞，就是这个刷一个赞，好不好？来看一看，大家来看看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谈论文门。第一个，我就现在看到彭批在讲的就是纽约律师资格遭到停权，原因是不道德或是未遵守规则。我看到彭批有特别讲说，已经发现了所谓的不道德或是未遵守规则，他被停权的原因，甚至要取消的原因是爆料发现，就是你在美国已经查到了。你可以这一部分可以帮观众讲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好，这件事情其实发生在2年前啊，在选举前就已经吵得沸沸扬扬。可是很可惜，就是说选完举以后，大家就跟论文门一样，选举输了，好像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这个事情就不提了。那这件事情哦，我们把它还原，我坦白讲，我觉得我们受新闻训练，尤其教新闻的，我没有100%的把握。像论文门这，我就100%，我二话不说，我觉得这就是铁的定律啊！你要关我也好，你杀我头也好，我不会改。律师这件事情哦，我有很多疑问，但我不敢讲说这件事情是铁的，因为有些东西，有些钥匙我是打不开的。那我只能说我们合理的来问几个问题。我先把这件事情啊回到维基百科上，你知道蔡英文的维基百科哦是他自己的人修的，而且他那个维基百科密不透风，你试试看，你去上面登录看看，不管你的年在维基百科上面的权限多大，你只要谈到论文门啊，新的什么突破发展，马上被拿掉。而且在上面呢有一些被揭穿的东西，事后他会去掩饰。所以蔡英文的维基百科绝对不是一般的人去共同编纂，它是特殊的规则的。在蔡英文的维基百科跟他自己在其他地方的撰述当中曾经说过，他说他当年呢为了取得律师执照，在纽约多待了1年。好啦，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蔡英文1978年7月份到 Cornell 去念书，正常情况之下，1年 Cornell 的 LLM 是9个月的课程，没有人在念超过9个月啦。那个课程叫做，你知道，在美国的这个 LLM， 它有人叫 MLI， 那 MLI 呢，反正那很多人开玩笑叫做 Master of Legal Idiot， 就是 MLI。基本上这个学位没有美国人在念了，都是外国人。那叫做比较法学，就是在台湾或在这个韩国，在什么日本，在东南亚拿了法律的学士，到美国以后念9个月，3个 quarter， 然后去看看美国的法律跟台湾的法律做个比较。所以在这种 LLM、MLI 的老师，基本上也知道你们这些是外国人嘛，然后就比较松了，比较好混。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把 LLM 念到2年的，那怎么念啊？好，这发生的事情就是1978年的7月份，蔡英文去念了 Cornell， 结果半年后，台湾发生一件大事。1978年的12月12号，卡特跟台湾断交，台美断交，所以蔡英文呢就打算不要回台湾。
他就在那边又念了1年的 LLM， 念了2年哦。我其实很奇怪，这种课程9个月的，你要怎么念成2年？我到现在也没搞懂。但是因为我拿不到他的个人资料，所以我说有些东西我拿不到钥匙，我只能提出怀疑。好，也就是说，他1980年的6月份就结束了纽约的课程，1980年的8月他就到了这个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就是英国的伦敦政经学院。结果他在维基百科上面怎么掰呢？他说为了取得律师执照，在纽约多待1年。但是你知道吗？他的律师执照什么时候登录的？1987年的7月28号才登录的。他1980年就跑到了英国伦敦去了。他这个完全都不懂，而且我很怀疑他1987年是怎么考上美国律师执照的。坦白讲，他那种程度哦，而且人已经在台湾了，然后就在教书了，他怎么考？这我完全我不知道啊。这个当然，他台湾的律师执照大家都知道了嘛，那是走后门去检核来的嘛。而且你知道，当年的律师执照要检核，你必须在大学法律系教主要法律科目。我左看右看，蔡英文从来没有教过所谓的主要法律科目。主要法律科目就是宪法、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大概就这些，所以他从来没有。他是怎么用特权拿到的？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条线大家也可以去追。所以这个人一路特啊，包括没有学位可以进东吴大学，可以进政大啊，找这个大佬去帮他弄啊。那个时候是找了总统府的秘书长马继壮，后来呢还找了这个就是很多人去帮他瞧。他的升等的那个会议是李焕亲自主持，有哪一个教授的升等是由部长主持的？啊，那还有冯武祥去帮他，这个都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事情。好，结果他是1987年才取得的。他说他为了取得律师执照，在纽约多待1年。回到徐府刚刚的问题啊，他的这个律师执照被 suspended。suspended 呢是从2014年一直 suspended 到2021年的8月。所以透过这个节目，我也告诉国安团队要记得去帮你老板把这个律师执照呢，被停权的律师执照看可不可以拿回来，因为8月份你的停权7年已经满了。好，这里面有几种可能。当然总统府发布新闻稿说没有啦，你们大乌龙啊，是因为我们没有缴费，是因为2年1次要缴律师费用，那没有缴费，所以就被停权。各位想想看，缴个律师费是多少钱呢？蔡英文什么理由不缴律师费？对不对？我美国律师执照，这对我总统身份，然后对我公职身份没有影响啊，这反而是加分嘛。你有什么理由？你告诉我嘛，又是 financial difficulties 吗？我看到有一个他们说的理由，就是说因为我已经开始准备要竞选总统，或者我已经开始要当总统了，所以我就放弃这个律师的资格，我就没有必要再去比如说再缴费去延长。我看到这个他们好像澄清的有类似这样的说法。好，2个问题嘛。第一个，你要竞选总统，你确定你一定上得了吗？第二个，你要竞选总统，你曾经在美国在念书的时候考了一个律师执照，这帮你增加你的美国律师执照，这增加你的光荣啊，表示你懂美国嘛，对不对？这有什么好忌讳的？而且你知道蔡英文他在政大的时候曾经有6年的时间，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就是你现在在网络上传的那个 Courts 啊，上面有一个他的地址，那个地址就是他的那个律师登录的那个叫 Attorney 可以查得到的叫 Courts 的那个网站上面，他的登录的地址是 Taiwan Commercial Law Office， 地址是在民生东路3段131号2楼。翻成中文，这个律师事务所好像叫做台湾环球国际律师事务所这一类的。这个律师事务所他在那边违法兼职的时间呢，超过了6年。那时候他在政大担任专任副教授，专任副教授是不可以兼律师职的，这是明文规定的。他在那边兼了6年的职，可见他对于这个什么担任公职或者什么，然后又拥有律师执照，他只要不去当律师不执业，你当总统有美国律师执照，这有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什么不可以。所以这种说法我没有办法接受
好，那还有什么可能会一下子停权7年呢？网络上就有人去分析，然后有一个网友就贴出了他的状况，他也是一样没有缴费啊。他说他贴出来，他说他没有缴费呢，他被停权叫做 delinquent， 不是 suspended， 这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法律概念。他还特别把它贴出来。好，另外呢，一般来讲，我们去查那个规定，所谓的 suspended 有很多可能性，有可能是因为有些后来在纽约州曾经担任过最高法院惩戒委员会的委员，有一位叫做杨爱伦的台湾人，他在选举大选的前夕，他还透过 YouTube 接受访问，非常清楚的指称说，这个不可能是因为没有缴费而停权。这个杨爱伦何许人也呢？他曾经担任过纽约的州众议员，还曾经代理过纽约的州众议院的议长，是架杠的台湾人，100%从台湾过去的。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他曾经在那一个段时间的前后担任过纽约最高法院的惩戒委员会的委员。他说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在做这些跟这个司法界相关的一些惩戒活动。他说惩戒有3种，最轻的叫做书面规劝，再来呢叫做当庭训斥就是会做一些这个训斥。他说比较严重的叫做停权，第3级的叫停权，可以停权多久呢？2年到7年。第4种是最严重的，可能严重违反道德或伦理，可以吊销执照。他说，据他说我想他就是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嘛，除非他为了选举说谎，这个我没办法知道。据他说，蔡英文就是适合这种所谓的第3级吊销执照的上面一级，就是停权2年到7年。蔡英文从2014年停权到2021年，刚好是7年。7年，那这样就是这个停权的第3级的最严重的这样的状况。那我说这些逻辑这样判断起来，我不管怎么看，我都觉得他没有理由为了一个区的几百块钱美金吧，而不去缴他的律师费，只是因为他要竞选公职。那你要选总统，你又没选上，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把你的那个美国 Cornell 的学位也放弃掉算了？所以对我来讲，这个理由不成立。但是不成立之外，我拿不到那把钥匙，就像我拿不到这个英国伦敦大学钥匙进去好好的看一下他的真正的学生记录写什么。但是我们从周边的逻辑去判断，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值得怀疑。也许大家现在选举选完了如果还有闲情逸致全球的这些徐府的这个腐粉们，你们可以去还来得及查，就是这件事情，如果他曾经在纽约州犯过严重的这个道德上面或其他的瑕疵而被 suspended， 那这也是台湾的4军统帅很不光彩的一页历史。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像总统府这么云淡风轻的解释说，哎呀，那就是2年1次的这个律师费没缴，讲那么轻，讲的那么简单。我觉得2年1次的律师费没缴，应该不会被 suspended 7年我第3年缴就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不通啦。对，那逻辑不通，到底什么是真相？这个我觉得可能需要像纽约州的这个司法惩戒委员会的担任过委员的杨爱伦这些人，有这样经验的人再继续往下挖吧。是，刚才彭斌其实花了一点时间在讲这个比例原则来讲，你说他停权停了7年，只是因为说这个几百块的美金没缴，这个逻辑上是不太合理。不过另外一个发现是说，这个律师资格他好像都要登载所谓的学经历还是学历。这个部分里面也藏着文章，虽然说不知道这2件事有没有关系，但是彭斌有发现说，蔡英文居然只填他自己是硕士，他博士不填啦。是这样的，它上面有写个 law school 那这个 law school 它写着 Cornell University。问题来了，这件事情在2019年的时候选前就有网友把表格丢给我，他说他明显在说谎。他说，因为在美国的律师登录的时候，你必须把你所有参加过的学校、念过的学校，你的完整学历要列下来。我说，
那我在台湾念过什么什么台大什么农学院啊，什么跟那个我的律师有什么关系？他说 no， 他说因为美国人是这样子他基本上他对律师这个行业、司法这个行业，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品性操守很重要。那你知道美国人怎么看一个人品性操守？不是叫你宣誓而已，不是问你说你有没有这个什么什么，他要看你的所谓的 credit history， 就老美比较重视你曾经走过的路。所以美国人你看美国人的逻辑很简单，银行要不要借你钱，不是看你有多少钱，而是看你过去有没有借过钱。如果你过去没有借过钱的话，你再见，拜拜，就是你没有借钱还钱的记录，所以他在看你的 credit history， 就是看你这个人的信用。所以在美国律师的申请当中，他要你列下来你这一辈子念过的书。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可能有朝一日他要去查一查看，你在这个高中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什么记过啊，或者有什么奇奇怪怪的这个状况？你在 law school 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良的记录？这都是他们很重要考量的。然后呢，这个 core 的登录系统，他们会去抓你的最高学历，跟法学相关的最高学历。所以他们怎么会是去 Cornell 而没有到英国政经学院？因为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也是英美体系的一个鼎鼎有名的学校，所以唯一可以判断的就是他自己在填的时候，他没有填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为什么他没有填？因为他知道美国这个部分要查他非常容易，所以他只敢从台湾的这个学校这个部分去骗。这是网络上有一些网友们的推断，我听听，我觉得除此之外，我想不到第二个理由，他为什么不写伦敦政经学院法学博士？这么大一顶帽子为什么不戴？是你有一个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为什么不填？我百思不得其解，你为什么会去填一个硕士而已？这不合理啊！所以我不懂啊。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也可以让其实我以前也去问过一些在美国拿过律师资格的，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人说，那是因为他只写美国的律师，就因为他是美国律师，所以他只写美国学校。但另外一个斩钉截铁有跟我说，这说不通啊。他说，因为他们是被要求写他们的完整学历，所以这个登录系统就会抓你的最高学历，而且是跟法学相关的。你说我是那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博士，他不甩你。对吧？我有个台大的那个物理系的一个学弟，他很神哦，他拿史丹佛的电机博士之后，又念了一个史丹佛的法律博士，他拿了2个博士。对，那你说系统会去抓他那个电机博士？不会，会去抓他那个史丹佛的法律博士，因为跟法律相关。那蔡英文的是很简单嘛，你就英国伦敦政经学法律博士，如果你是的话，法学博士，你真的是的话，你有填的话，这个系统登录就会登录最高的法律博士的学历，所以极有可能是他自己在登录的时候他就没有写这一段。那没有写这一段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你看他这么爱吹说他有1.5个博士学位，怎么到这个地方突然谦虚了啊？然后而且你看他家富可敌国，为什么在人生最重要的2个阶段都出现 financial difficulties？ 一个是在英国念书的时候，一个是在美国要缴这个律师费用的时候，他突然又不缴了。所以这个人的行为是超乎你我可以想象的，我只能这么说。